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在许多灵性研究与催眠案例中，常常会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：人类的意识是否真的只局限于我们日常思考的那一层？美国知名催眠师朵洛丽丝·坎南在长达40多年的催眠研究中，就记录过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。在他的催眠疗程中，当受试者逐渐进入更深层的催眠状态时，有时会出现一种明显不同于日常人格的意识层。这个意识说话的方式、理解问题的角度，甚至回答问题的内容，都与受试者平常的思维模式不太一样。更令人好奇的是，当朵洛丽丝直接与这个意识对话时，他似乎能够回答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。例如，有些受试者在催眠状态中能够解释自己常年困扰的身体症状，并指出背后可能的心理或人生事件因素。在某些案例中，这个意识甚至能够描述一个人生命中某些重大事件的意义，彷佛从更高的视角看待整段人生。更奇特的是，有些回答似乎已经超出了受试者本身的知识范围。有些人在催眠状态中会谈到灵魂的成长、人生课题，甚至提到关于宇宙结构或生命目的的观点。在朵洛丽丝看来，这些现象似乎指向一件事情：在我们平常的意识之下，也许还存在着另一个更深层的智慧来源。因此，他把这个在催眠状态中出现的意识层称为无限潜意识 （subconscious）。而在他的描述中，这并不只是一般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，而更像是一种与更大智慧相连的意识层级。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：在心理学中，潜意识通常被理解为被压抑的记忆、情绪与心理模式。然而，朵洛丽丝在催眠中遇到的这个无限潜意识，似乎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性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个在深度催眠中出现的意识，真的只是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吗？还是说人类的意识本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得多？如果要理解朵洛丽丝所说的无限潜意识，我们需要先回到心理学对潜意识的基本理解。在现代心理学中，最早系统性提出潜意识概念的人，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者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。弗洛伊德认为，人类的心理并不只有我们能够觉察到的那一部分，在意识之下还存在着大量未被察觉的心理内容，例如被压抑的记忆、情绪与欲望。这些潜藏的心理力量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与决策。在弗洛伊德之后，他的学生卡尔·荣格则进一步扩展了潜意识的概念。荣格提出，人类的心灵可以大致分为3个层次。第一层是我们平常能够清楚觉察的意识 （conscious）， 这包括日常思考、自我认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理性理解。第二层是个人潜意识 （personal unconscious）， 这里储存着一个人过去的记忆、被遗忘的经验，或是曾经被压抑的情绪。而在更深的层次，荣格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概念：集体潜意识 （collective unconscious）。荣格认为，人类的心灵深处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心理结构，例如英雄、母亲、阴影、智者等原型象征。这些原型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经验，而是在人类文明与文化中反复出现的心理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在荣格的理论中，潜意识并不只是个人的心理空间，也包含了某种人类共同的心灵层面。但即使如此，荣格仍然认为，这些层次本质上仍然属于人类心灵结构的一部分。无论是个人潜意识还是集体潜意识，都仍然是在描述人类心理如何运作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回头看朵洛丽丝，
在催眠研究中接触到的那个无限潜意识，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不同。在他的案例中，这个意识似乎不只是反映个人的记忆或情绪，也不像只是人类共享的心理原型，相反的，它常常以一种更宏观的视角回答问题，仿佛能够从更大的层面理解一个人的生命经历。因此，在朵洛丽丝的描述里，这个无限潜意识看起来并不像是人类心理结构的一部分，而更像是某种更大的智慧来源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出现了：像这样的经验是否只出现在催眠研究之中，还是说，在不同文化与思想传统里，人们其实早就以不同的方式描述过类似的现象？如果把视角从催眠研究拉开，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在不同文化与思想体系中，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概念。人类的意识似乎可以接触到某种更大的智慧来源。例如，美国作家尼尔·唐纳沃许在他的著作《与神对话》中就描述过一种特殊的经验。他提到，在某段人生低潮时期，他开始以书写的方式向宇宙提问，但随着提问的过程进行，他发现自己写下的回答似乎并不像是自己的思考，而更像是来自某种更高层的智慧回应。在他的描述里，这种智慧并不是宗教中人格化的神，而更像是一种遍布宇宙的整体意识。人类在某些状态下似乎可以与这种意识产生对话。另一个常被提到的例子是成功学思想家拿破仑·希尔。在他的经典著作《思考致富》中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，叫做无限智慧 （Infinite Intelligence）。希尔认为，人类的潜意识不只是储存记忆的地方，它同时也是一个接收器。当一个人的思维高度集中，并长时间专注于某个问题时，潜意识可能会接收到来自更大智慧来源的灵感与洞察。在他的观点里，许多创新想法、发明或灵感，往往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出现的。而在现代灵性教导中，加拿大灵性导师艾克哈特·托勒也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了类似的现象。托勒并没有特别使用宇宙智慧这样的说法，而是强调一种叫做临在的意识状态 presence。 他认为，大多数人的思维其实一直被过去与未来的念头占据，但当一个人真正回到当下，并开始觉察自己的呼吸、身体与感受时，思维活动会逐渐安静下来。在这种安静的状态中，人有时会感受到一种更深层的直觉与洞察。很多人形容那像是一种不是透过思考，而是直接浮现的理解。如果把这些观点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。无论是朵洛丽丝的催眠研究、尼尔·唐纳沃许的书写对话、拿破仑·希尔提出的无限智慧，还是托勒所说的临在觉察，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同一件事情。当人类的意识暂时离开日常不断运转的思考模式时，似乎可能会接触到一种更深层的智慧来源。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这些经验究竟只是人类主观的灵性体验，还是说在科学研究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线索，能够解释人类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意识状态？如果从科学角度来观察，人类在不同意识状态下确实会出现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。其中一个最常被研究的指标就是脑波 （brain waves）。脑波是神经元在活动时所产生的电讯号节律，而不同的脑波频率往往对应着不同的意识状态。例如，在我们日常思考、分析问题或处于紧张与专注的状态时，大脑通常以贝塔波为主。
这是一种频率较高的脑波，与理性思考、语言处理以及逻辑判断密切相关。但当一个人逐渐放松或进入更安静的内在状态时，大脑活动就会开始改变。在许多研究中都发现，当人进入以下状态时，深度冥想、催眠、高度专注、深层放松，大脑中的 alpha 波与 theta 波往往会显著增加。alpha 波通常与放松、平静与内在觉察有关，而 theta 波则更常出现在做梦、深度冥想或非常放松的意识状态中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里，许多人开始出现一些特别的主观经验，例如突然浮现的灵感、深刻的洞察，甚至是一种与整体存在连结的感受。在这方面，英国生物物理学家麦斯威尔·卡德提出过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。他在研究冥想者与高意识状态时，提出了一个被称为 alpha 桥的理论。卡德认为，当 alpha 波与 theta 波同时活跃时，大脑可能会进入一种特殊的整合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程度会提高，而意识也可能呈现出一种既放松又高度清醒的状态。有些研究者认为，这种脑波组合可能与创造力、直觉以及深层内在体验有关。如果把这些发现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经验做一个对照，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无论是冥想修行者、催眠受试者，还是许多灵性探索者，他们所描述的经验，例如突然出现的直觉、对人生的深刻理解，或是一种与宇宙整体存在相连的感觉，似乎都常常出现在这种 alpha 与 theta 活跃的意识状态中。换句话说，科学研究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线索。当人类的大脑进入某些特定的脑波模式时，意识体验确实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改变。即使如此，科学目前仍然无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这些在深层意识状态中出现的洞察与体验，究竟只是大脑活动所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，还是说在某些情况下，人类的意识真的可能接触到某种更大的智慧来源？这个问题或许正是朵洛丽丝·坎南在催眠研究中所提出的无限潜意识，试图让人们重新思考的一件事情。从朵洛丽丝的催眠案例到心理学对潜意识的研究，再到脑波科学对意识状态的观察，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现象。当人类的意识进入某些特殊状态时，例如深度冥想、催眠或是极度专注的当下，人们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同于日常思考的经验。有些人会突然获得清晰的洞察，有些人会感受到强烈的直觉，有些人则形容那像是一种从更高视角看待人生的理解。而在朵洛丽丝·坎南的研究中，这样的状态甚至会以另一个意识的形式出现，并能回答许多关于人生、健康，甚至宇宙结构的问题。对于这种现象，目前其实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。第一种可能是，这一切仍然只是人类大脑的一种心理机制。当大脑进入特定脑波状态时，潜藏在记忆与经验中的资讯被重新整合，于是产生了看似深刻的洞察与理解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体验可能只是我们内在心智活动的一种表现。但也有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人类的意识本身也许并不完全被局限在个人的大脑之中。在某些特定条件下，意识或许真的能与某种更大的资讯场产生连结，从而接收到超出日常思维的理解与灵感。朵洛丽丝所提出的无限潜意识，正是把这个问题再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。他的研究并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最终答案，但他确实提醒我们，也许人类对自身意识的理解仍然只是刚刚开始。因此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，
或许并不是宇宙智慧是否真的存在，而是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当我们暂时停止被思维占据，回到更安静、更深层的意识状态时，人类的意识究竟能够触及多深的层次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